凤晴在心里想着，母亲和大姨的感情很好又如何，依旧无法软化母亲那颗很辣的心。大姨最终死在了母亲的阴谋之下。还有小姨，小姨做错了什么？在刚失去长姐的情况下，连自己的命也丢了。小姨大概是死都不知道是死在了自己的二姐手里。还有当年那些稍微猜到一点，或者是配合着母亲做事的知情人，后来都被他母亲灭了口。有些人是一家人都没有了。在几十年前那起惨剧发生后，累及多少无辜之人。母亲是真的死不足惜，死有余辜。只是那是她的亲妈，她不好说那样的话。你妈很是重女轻男，以前不知道你和阿若换了。她最疼阿若了，有时候我惹她生气了，都要阿若帮我求情。凤晴不说话。她刚回到亲人身边时，穆文目睹了她的亲人对凤若那个假千金有多么的疼爱。不提阿若了。郑华叹着气，他挣扎着要起身，凤晴便起身扶他坐起来，再用枕头放在他的后腰处垫靠着，这样舒服一点。阿晴，去给爸倒杯水来，爸说了那么多，也渴了。凤晴依言去给父亲倒了一杯温开水过来，递给父亲后，等父亲喝完了那杯温开水，他接过水杯，随手放在床头柜台上，看到有水果，问父亲要不要吃。不想吃，等会儿你拿回去吃，或者让佣人带走吧，你妈走了，我吃什么都不香。凤晴便重新坐下来。你妈走后，公司和家族怎么安排？郑华问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这也关系到他郑家的将来，以及他以后的养老问题。得知强势了一辈子，管了他几十年的老妻死了，郑华是心里空空的，也觉得很难受。人一下子苍老了10几岁，但他没有想过要追随老妻而去。老妻死了，他还活着，总要好好的享受10几年的生活，将年轻时没有享受到的都补回来。以后凤家掌权人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哪怕父女俩没有多少感情，凤晴也要养他这个亲爸。我妈的家主之位是害了我大姨得来的，家主之位本该是我表姐的。我表姐若是不想接管，由她安排她那边的人过来，若无意外，应该是海玲接管一切吧。我不会接管凤家的一切，那是我妈抢来的，本不属于我们这一脉，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要。除非大姨的后代都不想接手。为了不让凤氏群龙无首，凤晴可以接管，但是表姐明显是安排了海玲过来接管一切的。海玲也在江城熟悉了几个月，接管凤氏的一切应该不成问题，她可以做好交接工作。海玲若是还不熟悉，需要她辅助一下，她也愿意帮帮忙。等到海玲坐稳了家主之位，她再离开江城。总之，凤家的一切她不会要，离了凤家，她又不是生存不了，她还有她自己的事业呢。郑华一听就急了，他说道：凤晴，你怎么能将你妈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切再拱手让回去呢？那你妈岂不是白死了？上一代的事是上一代的，你妈死了就结束了，但是家主之位在你妈死之前是你妈坐着，你妈有女儿，你就是接班人，你妈死了，理应你接管一切，你可不能傻让回去。凤晴无动于衷，爸，那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会要。我们一家都对不起我表姐他们的，我们又没有做什么，害死你大姨的是你妈，你妈已经偿命了，他们还想怎么样？郑华劝着女儿，阿晴，听爸的话，千万别将凤家的一切还回去了。我们怎么办？你3个哥哥都不用过日子了。爸，这些事儿你别管，我早就说过。若是我大姨真是我妈害死的，凤氏集团以及凤家的一切，我都会放弃继承，全都还给我表姐，那本来就属于她的。凤晴不为所动，她本就不喜欢凤家，若她身上没有流着凤家的血，不是凤家的亲生女儿，她都不用趟这浑水。
郑华激动的道：“我怎么不管？我能不管吗？那关系到我的养老问题。你要是将凤氏都拱手让人了，你和你3个哥哥还能在凤氏集团上班，那个凤营肯定不会让你们留在公司的，到时候你们去哪里挣钱？你倒好，你年轻，还有个方瑶跟着你，他对你忠心耿耿的，又有本事，能挣钱来养你。可是你3个哥哥呢？现在过了35岁都不好找工作了，你大哥和二哥都过了35岁，他们怎么办？找不到工作，怎么养家？他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，还怎么给我养老？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，也得儿子有钱才能养他们的爸妈老呀。他们自己都没得钱花，没得饭吃，还怎么养父母？总之，爸不同意你那样做，你必须得牢牢的把住凤氏的一切，那都是你妈留给你的家产，没有将自己的家产拱手让人的道理。你管别人怎么说，嘴巴长在人家的身上，人家爱说啥就说啥，咱们管不了那么多，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阿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。还有你妈留下来的那些私产，都有多少？阿晴，我跟你妈还是夫妻，没有离婚的，你妈的私产，我也有一半的，要先分一半给我，然后余下的那一半，我们父子女5个人再平均分。凤晴静静地看着父亲，忽然就理解母亲为他安排的一切了。母亲就算要死都想带走父亲，不让父亲拖累他，端着父亲的架子教训他，也怕他因为那个孝字被吃得死死的。所以有先见之明的母亲想做那个坏人，是父亲命大，没有被打中要害，挺过来了。凤晴站了起来，淡冷的道：“我妈的私产，我妈早已立好了遗嘱，该怎么分，到时候按照遗嘱来分。”凤月的确是提前立好了遗嘱，在凤若还在的时候就立好了。那时候凤晴刚回到父母身边，母亲立遗嘱时，全家人都在场。爸忘了吗？我妈早在2、3年前就立好了遗嘱，就按我妈遗嘱里写的去分，她都忘了这件事。老七当初立遗嘱的时候，他的确是在场，而且当时他也不敢有任何的意见，只知道老七的遗嘱里面写明了，若是他先他一步走，他的私产分一半给凤晴，因为凤晴是他亲生女儿，以后要接管家族事业，余下的一半则给他们的3个儿子平分。凤若都没有分到什么，只写明了在不知道凤若非凤家千金之前，凤若得到的东西不用凤若归还，可以继续使用，而他这个凤月的枕边人什么都没有分到。不过在遗嘱里面言明，以后他由3个儿子养老，至于3个儿子会给他多少的零花钱，那是儿子们的事，凤月就管不到了。停顿了好一会儿，郑华才说道：“就算按照你妈遗嘱的去分，你也是我的孩子，难道就不用养我老了？我没有说不养爸，若是3个哥哥实在养不起爸，我每个月会给生活费，不会让爸饿死。老父亲没有死成，凤晴不会忽视父亲的养老问题，但这个与他不接管凤氏一切无关，但这个与我接不接管凤氏无关。就算不接管凤氏，我也给得起伙食费。爸有4个儿女，还怕4个儿女养不起你一个老人？”郑华噎了噎后说道：“你不要以为一个月给我1000几百块钱生活费就行了，我要住大别墅，出入有豪车代步，还有佣人伺候我，我年纪大了，生活方面是诸多不便的。若是没有人照顾我，我日子很难过，所以佣人是必不可少。请一个佣人不够，得请好几个才行。你若是不接管凤氏的一切，你以为你有多少钱？你回来才多长时间？哪怕你妈后来偏心于你，你也得不到多少。你妈的私产有多少？”郑华并不清楚老七的私产有多少，想来应该会很多的。凤月上位后，最努力做的就是想将凤氏家族的所有人财产私有化，有些财产还真被他私有化，
成了他的私产。郑华猜测，保守估计应该几个亿能有吧，更多的话就是10几个亿。想到那么多的财产，居然没有自己的一份儿，郑华对于老妻又怨恨不已，再也不痛苦了。他痛苦做什么？被凤月管了几10年，凤月死了，他理应高兴才对。不要痛苦了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。他争不到凤月的私产，但他可以从儿女这里享受到凤家老太爷的待遇。可恨的是，他已经自宫成为太监，否则他还能为自己再找一个老伴儿呢。凤晴看着父亲片刻，说道：“如果说是我妈真正的私产，其实没有多少，但若是将她当家主这几10年，将公司的财产一点点融进去的话，有很多。我妈害死了大姨和小姨，小姨没有后代，不能补偿，但是大姨是有后代的。我身为我妈的女儿，虽说我妈死了，但也要补偿一下我大姨的后代。”听他这样说，郑华就知道不好，他黑着脸骂道：“凤晴，你是想气死我是吧？你想将你妈的财产都补偿凤莹他们？你妈这几10年来为了凤氏也是没日没夜的操劳，哪怕她的家主之位是抢来的，但她为凤氏的付出却是存在的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她名下的那些财产是她应得的。你别以为你妈死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你敢将你妈的财产补偿给凤莹他们，我是告不了你，但你3个哥哥可以起诉你。”凤晴没有生气，她还是那副淡冷的态度，说道：“如果说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，当然我兄妹4个就按照我妈当初立好的遗嘱来分家产。”郑华又觉不好了，他小心地问凤晴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妈该不会将她的所有都给了你吧？你妈后来修改了遗嘱。”凤晴没有再回答父亲这个问题。母亲后来一心想送走她，还特意叫了方瑶过去，郑重地将她托付给方瑶，说了让她带着母亲所有财产远走高飞。她没有按照母亲说的去做，但母亲那样做，想来是后面修改了遗嘱的内容吧。刚办理了母亲的后事，还要安抚族里的人心浮动。公司亦是人心浮动，哪怕大家都如常上班，私底下都在说，也不知道是谁接管凤氏集团。凤晴其实还没有心情去处理母亲的财产，如果不是老父亲提出来，她都不想太快去处理这件事。等会儿她就去问问律师，看看母亲后来是不是修改了遗嘱的内容，还是将所有都无条件赠给她。不过不管如何，她都会补偿大姨的后代，那是她这一脉欠大姨那一支的。母亲名下财产很多都是贪了公司的，还有就是族里的一些公益金是被母亲私有化，这个她不会处理，只是将所有还给表姐。表姐要怎么安排，那是表姐的事了。凤晴，你不能那样做，那也不完全属于你的，你3个哥哥还有份呢。凤晴，你哥哥对你是不怎么样，但你们好歹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，你不能那样对你的哥哥们，他们都30好几的人了，没有太大的本事，若是从凤氏集团出来，他们不好混，哪怕他们各自名下都有些产业，那些产业的收益都不高的，他们还有一个家庭呢，要养老婆儿女。你真要那样做，就将你3个哥哥应得的那一份分给他们，你的那一份你要给谁就给谁。爸反正没用，无法替你做主，也说不动你。郑华清楚这个亲生女儿瞧着软弱可欺，其实心狠得很，完全继承了凤月的心狠手辣，唯一不同的就是3观吧。凤晴再狠都是个讲道理的人，但当她决定了一件事，就是凤月活过来都改变不了女儿的决定，就像凤月数次要将女儿送离江城一样，到最后凤晴还不是回来了。凤月都被这个亲生女儿气得要吐血。爸，你好好休息，养好身体就出院回家过年。我3个哥哥都是成年人了，再不济，他们也略有家底。
只要老实本分的，余生都不成问题。他们拥有的相较于普通人来说，那是别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。凤晴是不太清楚三个哥哥的个人家产，老母亲活着时在嫌弃儿子不中用，也还是帮着儿子们捞钱的。想来他三个哥哥的身家没有1个亿也有几千万的，几千万的身家多少人都挣不到呢？他们有什么资格喊穷？怕什么过不下去？不过他若是不接管凤家的一切，他的3个哥哥在江城怕是混不下去。本就没有本事，以往都是依赖着凤氏集团，靠着老母亲给他们兜底。当上位者换了人，没有人会给他们兜底，凤氏集团也不会再任由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就是凤晴上位，他也不会再让凤氏集团替兄长兜底的。还有就是他这一支与表姐那一支，终究是仇人的关系，不管是表姐上位还是海玲，他们都不会让他的3个哥哥好过的。若是他们识趣的，可以清算一下自己名下的财产，变卖的变卖，抛售的抛售，换成了钱，带着一家老小离开江城，还能保住他们那点家底。否则他们很快就会一无所有，到时候就真的只能流落街头了。凤晴没有太多的好心去帮扶3个哥哥，他又不是福歌魔，怎么可能一直帮扶他们？干嘛要跟普通人比？你们本就是天之骄子。郑华不想放弃老七的那么多财产，要为3个儿子争取一下。他放缓了语气，说道：阿晴，爸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，总觉得你妈做错了。好吧，你妈是做错了，但她再错也是你们的亲妈。你这样做，你妈若是知道了，会被你气死的。你想想，你还有那么多侄儿女，若是你哥哥没有钱的，他们怎么办？你也知道你的哥哥们没有多大的本事，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。商太太他们哪一个缺钱的？凤莹是商家的太太，商氏集团在管城那是仅次于战氏集团的。海玲的妹妹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战家在管城那是首富，1000亿豪门，他们个个都有钱，比咱们凤氏集团都要有钱，人家还未必能看得上你给的那点补偿呢。再说了，你以为你补偿了，他们就会原谅你妈做的一切？凤晴，你和他们是敌对的关系，永远都不可能和解的。凤莹的妈是你妈害死的，你妈会死也是凤莹他们逼迫的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你们如何共处？所以只能是死对头，是敌人。既然是死对头，是敌人，你何苦心软？何必善良？人家也未必会领情。郑华拿过杯子递给凤晴，你去给爸倒杯水来。跟你说了那么多，爸都渴了。凤晴接过杯子，依言又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在他给父亲倒开水的时候，听到父亲打电话给大哥，凤晴也不在乎，跟大哥说又如何？大哥也不能做他的主。在商太太或者海玲还没有接管凤氏家族之前，在母亲去世后，凤氏家族暂时是他说了算。他说的话决定的是大哥没有办法改变，他也不怕父兄4个给他施压，那点子压力都承受不起的他也不配为凤氏的接班人。郑华没有在电话里多说什么，只是通知长子来医院一趟。见凤晴倒来了温开水，他便挂了电话。凤晴当作不知道，将那杯温开水递给父亲。郑华为了说服凤晴，的确说得唇干舌燥的，接过了那杯水，一口气喝了个精光。阿晴，爸，不用再说，我能处理好。总之，养爸老是我们身为儿女的责任。3个哥哥每个月出多少钱，我就出多少，不会饿着爸便是。至于其他的，爸得跟你的3个儿子说，母亲初次立的遗嘱里是写明的了，郑华留给3个儿子养，凤晴可以给点钱，看他的心情。爸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公司一趟，公司最近也是人心浮动。凤晴说着转身就要走。凤晴，郑华叫住女儿，在凤晴转身看他时，
他说道：“凤晴，你胆敢将一切都交出去，我跟你没完没了。你听我的，我是你爸。”凤晴嘴角往上翘，翘出了一抹笑，她的笑容带着讽刺：“爸，我要做的事轮不到你来管。我妈活着的时候，她都管不了我，爸就更没有这个脸了。你要跟我没完没了，我会怕吗？你是我爸，不错呀，你是我爸，那又如何？我是凤家的女儿，我姓凤，我若愿意，就是凤家的当家人。凤家主做任何事都轮不到爸来指手画脚。”凤晴折回来，立于病床前，又倾下身子，拉近了与父亲的距离，让父亲看到他眼神里的坚定。他说道：“爸，你听好了，我妈活着时，你不能左右她的一切，我妈走了，你依旧不能左右凤家主的一切。不要以为我是你的女儿，你就能拿捏我。”凤晴忽然冷笑两声：“知道我妈为什么会朝你开那一枪吗？我妈有先见之明，对你甚是了解，知道她若是不在了，你会端着父亲的架子为难我，拖我后腿。我妈还真是了解你，瞧你，刚捡回一条命，就想拿捏我，端着父亲的架子教训我了。爸，我是凤月的亲生女儿，她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清楚。我不能说继承了我妈所有的优缺点，但是90%还是有的。好好的过你的小日子，养你的老。我看在父女一场的份上，还会每个月给你一笔生活费。若是不识好歹，就休怪我不讲父女之情了。话说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父女感情。你的父爱给了你3个儿子，给了凤若，唯独没有给到我这个亲生女儿。不要以为我凤晴好拿捏，惹毛了我，你们一个个都别想好过。当然，我不会像我妈那样要人命，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，后悔你们的所作所为。说完后，凤晴站直了身子，无视郑华变了的脸色，淡冷的道：“我觉得在我妈知道费老先生还活着时，爸做出的安排才是最理智的。爸好好休息，别毁了你的晚年，也别毁了你3个儿子，不要试探我的底线，我对你们向来没有什么耐性。”凤晴转身往外走，郑华张张嘴想叫住他，话嘴边都说不出来，只能恨恨地看着凤晴离开。确定凤晴是走远了，郑华才骂着：“不孝女，不孝女，该死的凤月给我生了个不孝女。”这样对当爸的说话，就不怕天打五雷轰矣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到时候你就知道后悔。到手的利益都要拱手让人，没见过那么傻的。郑华对于亲生女儿不听劝，还霸气的威胁警告他，让他很生气，却无可奈何。凤晴强势的那一面跟他妈太像了，当初他还以为亲生女儿被养废了呢。凤若的亲爸亲妈对凤晴并不好，但是聪明的人，哪怕生存环境不太好，依旧能立起来。现在凤若的亲人都不敢再出现在凤晴的面前，可能是凤若的死让他们明白，他们当年做了那样的事，最后只追究了上任管家的责任，放过了他们，那是凤晴念在他们怎么也养了他一场之恩。若是他们再不识好歹，妄图从凤晴这里要钱要权要地位什么的，等待他们的将是如凤若一样的下场。对于凤家养了20几年的凤若，他们都说放弃就放弃了，他们是真的不敢再去挑战凤家人的底线。凤晴走出住院部，方瑶在门口等着他，见他出来，他迎上前，手上拿着的外套就往凤晴身上披去，嘴上说道：“外面冷，你也不多穿件外套。”“我不冷。”不过还是接受了方瑶的体贴。之后2个人一起步行着往医院的停车场走去。方瑶问他：“跟郑先生聊得不好，我看你出来时脸色很不好看。”凤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道：“我妈之前的担心不是多余的。”方瑶便明白了，郑华是想拿捏他。郑先生跟你提了过分的要求，
平常妇女的话，她的话不算过分，只是我和她不是平常的妇女，她对我没有感情，我对她同样也没有感情。走到了他们的车子前，方瑶拉开了车门。凤晴上车后，脱下方瑶帮她披上的外套。等方瑶上车后，她说道：“我爸要分我妈名下的财产，不过我妈以前立下的遗嘱里，她的私产是不分给我爸的。她可能从头到尾都不放心我爸，也不相信他吧，怕他拿了他的私产去找其他女人。她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，我爸是上门的，在凤家没有话事权，我妈强势了一辈子，也轮不到我爸说话。就算我爸有诸多不满，也不能反对。我妈的遗嘱里写明了，让我3个哥哥给我爸养老的。不过后来我猜测，我妈是改了遗嘱的。现在我忙，心里多少都有点乱，还没有时间去处理我妈的私人财产问题。”方瑶恩着家主找我过去时，是我说过，让我带着你还有他的所有财产，离开江城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咱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他也认为凤月后来又修改了遗嘱。方瑶，我想将我妈的遗产留一点给我3个哥哥，保障他们以后的生活，其他的都作为补偿给我表姐他们。你觉得我做的对吗？我妈对不起我大姨，我另一个表姐的悲剧，等于是我妈间接造成的。我是我妈的女儿，有义务也有责任替我妈还那些债。当年被我妈害死的那些知情者，他们的后代，我也想给点补偿。我妈，她不在了，我也不想说她的对与错了。凤晴轻轻地说道：“我只想让我自己心安一点，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补偿。”方瑶说道：“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小姐，我以你为主，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，你尽管吩咐。”见识到助理对家主的忠诚度后，凤晴对方瑶更为信任，她对方瑶也渐生情愫。她并不想像父母那样。方瑶，你以后叫我的名字，不要再叫我小姐了。想来很快，我就不是凤家的千金了。凤家的一切将与我无关。我表姐若是容不下我，我会将我的生意迁出江城。离开江城以后，就只有清明回来给我妈上支香，其他时间我都不会再踏入江城半步，免得我表姐他们不爽。方瑶开了车后才说道：“我觉得商太太他们不会赶你离开江城的，你的生意都在江城这边，他们若是不针对你，不赶你，你不必离乡背井。商太太他们对他家小姐还是有好感的，碍于家主是人家的杀母仇人，才无法过于亲近。家主已死，小姐是无辜的，几十年前的事，小姐又没有参与，那个时候家主都还没有结婚呢。小姐还是静等管城那边怎么安排吧。”凤晴抿了抿嘴后说道：“我知道他们不会赶我走，只是我觉得再留在这里，始终觉得无颜面对大家，不仅仅是我表姐他们，还有族里的众人。如果我表姐他们没有提前安排好一切，真让我妈的阴谋成功了，会死很多人。那晚被邀请过去的族人都是有点能力的，我妈这是一个有本事的都容不下。哪怕母亲是想为她扫清障碍，但也不能那样对待族人。况且她又不是没有能力的人，就算是没有能力，也不能放火烧人，大不了把人家解雇，到时候再说吧，见不行不。真的不离开江城，我也不会在市中心逗留，回去好好的打理我自己的公司。我爸不赞成我将凤家的一切拱手让出去，这又不属于我的，说什么拱手让人，分明就是我妈抢了我大姨的，抱了我表姐的。我做不到像我妈那样不管不顾，况且以我的能力也斗不过我表姐他们人脉太广，背后的靠山厉害，不说别的，仅是那几位老前辈的徒弟，他就撑不住，更不要说管城的那几大家族联手了。我第一次见我表姐时，我也说过，只要真相大白，不属于我的，我会还给他们，我说到做到。
方瑶还是那句话，小姐，阿晴，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，也没有任何的意见。就算不接管凤家的一切，你自己的私产也不错，那些公司生意挺好的。方瑶了解过凤晴的私人产业，知道凤晴名下的那些公司生意都很好。她回到凤家后，偶尔才会过去，公司也正常运转。她要护一辈子的女人，厉害着呢，不需要继承祖宗家业，也能凭着她自己的本事撑起属于她的一片天。她最爱的就是自信满满的凤晴。你还有我。方瑶补上了一句，有她帮着凤晴，凤晴的事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凤晴偏头看他半晌，脸上有了点笑意。刚开始回来，我还是挺后悔的，后悔不该回到凤家，因为我看不惯凤家。不过自从你来了我身边后，我就庆幸我跟凤若调换回身份，否则你就会成为凤若的人。方瑶，万幸你是我的。凤家的一切他可以不要，但他要方瑶。方瑶笑，这是我们俩的缘分。是呀，这是咱们的缘分。等这件事真正了结，方瑶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他们俩没有像别人那样约会，也没有甜言蜜语，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心意。方瑶笑意更深，他说道，我要先向你求婚，然后订婚，一段时间后你确实愿意了，我们再结婚。我怕你以后会遇到比我更优秀的男人，然后后悔和我在一起。他们是相互了解对方，毕竟没有和正常的情侣那样谈情说爱。方瑶对自己有信心，却给足凤晴考虑的时间。凤晴想了想后说道，既然你不着急，那咱们就先像别人那样约约会，谈谈恋爱。若是你没有喜欢别人，我也不变心，咱们就订婚，然后领证结婚。你平时也不必老是跟着我，可以多接触一下其他年轻的女性，你会发现她们其实也很优秀的。下次我要应酬就带你去，你在宴会上看中谁，尽管放手去追，我绝对不会拦你，也不会刁难你，顶多就是心里难受，然后不相信爱情，不想嫁人。他未必是凤家的家主，就不用守着凤家的家规，不必生个女儿当接班人了，可以独身一辈子，也可以借个种生个娃，与自己相依为命，典型的去父留子。方瑶严肃地道，阿晴，我不会，我眼里心里都只有你，一辈子都不会变心。外面的女孩子再优秀，那是人家的事，与我无关，我只在乎你。以后不要说那样的话，你不想嫁我，我就一辈子当你的助理，但请你不要将我推给其他女人。我们当助理的，如果不是和家主在一起，那是一辈子不婚的。这个规矩我必须守住，并不会因为你不接管家主之位，我就不用守了。凤晴有她要守的家规，她也有她要守的规矩。她若是违规了，会遭到基地追杀的。在基地接受培训了20几年，方瑶很清楚基地里卧虎藏龙，若是她被追杀，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她。她不愿意去冒那个险，也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忠心，已经刻入了她的骨头里。她早说过，此生她生是凤晴的人，死是凤晴的鬼。好吧，是我说错话了。凤晴好脾气的应着，她不止一次表过忠心，她还要说那样的话，也难怪她会生气。方瑶，我们顺其自然，不用刻意去做什么，就让一切水到渠成吧。她年纪也不小了，若想嫁人也该嫁了。方瑶比她大上几岁，如今已是30出头。凤晴想真嫁她，年后他们俩都可以去领证结婚，后年生个娃，完成了人生的任务，就可以专心经商。方瑶，凤晴忽然问他，你会带娃吗？方瑶，这个我没有带过，想来也不难吧。他这么快想到了生娃的事情上。我们以后生了娃娃，可能需要你当一段时间奶爸的哦。我工作忙，怀胎10月，
你帮不上忙，带娃总能帮上忙了。方瑶笑道：没问题，我当奶爸，你赚钱养我们。凤晴也笑，养娃的钱咱们是不缺的，就是我的公司，我希望越来越大。生意做大了，人就忙一个小家庭，总要有一个人牺牲一下。等到娃娃可以上幼儿园了，我们就能轻松一下。方瑶，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？只要是咱们的孩子，不论男女，我都喜欢。方瑶说道：我不会重男轻女，你也不用有生子压力。我没有生子压力，以前倒是有生女压力，现在没有了，还是自由自在的好呀。他身子往后靠，后面那句话的意思是不接管凤家的一切，不当凤家的家主，他就能自由自在的。他偏头往外看，看到一辆熟悉的车子从对向的车道开过，他还扭头追逐了几眼。怎么了？确定一下刚刚对向驶过的那辆车是不是我大哥的？是他的，我爸给他打电话了。那又如何？我大哥也管不了我。凤晴有时候也庆幸自己不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，跟他们没有什么感情，这样他做起事来就不会被束手束脚的。若是有亲情，他是真的很难抉择，要为父兄们考虑，无法像现在这般强势，他想怎样就怎样。郑一帆接到父亲的电话后，就匆匆忙忙地往医院赶，一路上都在猜测父亲叫他去医院做什么，该不会是父亲的伤恶化了吧？当晚医生说取出子弹的了，没有伤及要害，除了失血有点多，父亲是没有生命危险的。郑一帆不想刚失去母亲又失去父亲，到了医院停好车，他一路小跑进病房的，推门进去，看到老父亲靠着枕头而坐，照顾父亲的佣人刚给父亲洗了一串葡萄。见此情景，郑一帆才松了口气。爸，你这么着急叫我过来做什么？吓死我了，我以为爸的伤势严重了呢。大少爷，佣人恭敬地叫了郑一帆，说道：小姐刚走的。郑一帆愣了一下，阿晴来过？从父亲受伤后，凤晴都没有来过医院，他以为凤晴不想搭理父亲呢。